1500米小池稻沟，由于年久失修，堵的堵，塌的塌，想从大池稻沟放水都放不过去，对于农田灌溉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今天我们把它来修缮一下。这条1500米的池稻沟被2座山隔成3段。今天我们先挖第一段700米。由于年久失修，四周的杂草树枝长得非常茂盛。首先我们第一步先把四周的杂草树枝给它清理一遍。这第一段也是3段里面最好挖的一段。可以看到沟里面都打了混凝土，以前用人工粗略的修缮过，整条沟基本上有大致的形状，只是沟底比较窄，高低不平，两边的混凝土最厚的可能都只有3公分厚。我们需要把沟底加宽，挖平，两边削一削，搞光滑，然后再重新给它打上混凝土。我一路清理杂草过来，看到有一位老奶奶在地里面除草，我顺带着2铲子扒了几下，就给它拔草除了。越接近洞口，这杂草树枝长得是越茂盛，没清理之前你完全就看不到沟在哪里。清理完这一片杂草树枝，我们终于是看到了洞口。这第一段700米就到头了。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给它修沟了。首先我们先把洞口的上面这些杂草树枝还有一些松散的土全部给它清理一下，别到时候一下雨又垮下来把沟堵了。现在我们就根据老板给的宽度、高度、坡度，从这里一路修沟修过去。这工作的待遇是真不错，老板怕我挖不光滑，给我配了3个人工，有挖不到的地方他们就清理一下。在他们3个帮忙的情况下，挖机挖沟的速度确实是提高了不少。一些小细节上面的事我就让他们自己用锄头扒了2下。我们这里的地形是属于山地，所以可以看到这沟一弯过来一弯过去，全都是根据地形走。如果想把它搞直的话，难度就非常的大，伤民伤财完全没有必要。一个放水的沟，直也是牛，弯也是牛，小河弯弯向东流。你别说，我这个沟修过来弯的还蛮好。一路修过来，经过一个鱼塘，鱼塘是别人的我们不管，但是旁边这个堤坝也是属于沟的一部分，也是需要把坡度修出来搞光滑。鱼塘里面有一些水，我们需要给它舀干净，不然会对后续的修坡形成阻碍。你好不容易想挖点干头过来修补堤坝，但是一遇水又变成了稀泥，想扶都扶不上去。舀了几铲水，发现这挖机有点不对劲了，怎么开始往下陷？没想到这鱼塘还蛮深，堤坝旁边挖机站不住脚，你看我都偏成啥样了。赶快跑赶快跑，看来只能在上面修坡了。有惊无险开过来之后，这边给它修一个8字口，两边都修一下坡，到时候打完混凝土好看一些。然后我们开上来，把这个堤坝好点给它修整一下。想要把这个堤坝补好，我四周看了看，发现都还没有池头的地方。我四周观察了一下，就发现堤坝外边有一小块地，可能就1米宽的样子。我干脆就在这个地里面给它深挖一个眼，然后就靠着这里面的土，硬是给它把这个堤坝修补完毕了。当然，你给别人地里面挖了一个眼，你不给它补起来，那肯定不行，估计到时候可能会问候你。所以我就挖了点鱼塘里面的泥巴给它补上。你看这泥巴不比你原先的土要肥沃，到时候种点洋芋、土豆、马铃薯，那不得了。不错不错，非常的到位。
最后站在上面再给它把坡拍一拍，你看这效果就非常的棒。要是老板愿意把泥巴去了，那就更好了。挖过这个鱼塘，现在我们又开始继续修沟，修过去，又要开始一弯过来，一弯过去。你看这沟旁边的大兜脑壳，就知道这沟荒废的不是1天2天，应该有10-20年了，不然兜脑壳不可能长这么大。一路挖沟挖过来，终于是快要挖完了。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位漂亮阿姨，要我给她帮点忙，就是沟里面挖的土能不能够给她填一条路，填到下面地里面去。那肯定是没什么问题。刚好我挖机底下还垫了一堆土，我爬上来之后，刚好可以用底下的这一堆土给你来修路。不过好像填完之后，这路有点堵，不过问题不大。刚好这前面还有一段沟，只需要拆掉这薄薄的混凝土就行。老板还担心这混凝土没有地方拖，现在好了，一举两得，既给你修了路，又给老板解决了麻烦。狗脑壳把这些薄薄的混凝土拖过来之后，我再给你好点平整一下，给你拍的板板正正，然后再压一压。你看你这水泥基根路就是比别人的土路高档。还剩下最后一点点水泥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人要我给他帮点忙，给他也装2车这碎水泥，他好拖回去填门前的地坪。这又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老板少拖1车就少给1车的钱，这位大爷拖回去又能填地坪，像这样的忙帮起来就非常的棒。整个沟挖完了，又来了一个要我帮忙的，就是他旁边这里有个沟，他要我给他挖一挖，他水好放过去，都是些小问题，随便扒拉2下 OK。今天第一弹700米我们就挖完了，我们上飞机看一下效果。